從水中救下小外甥後，我在東厢房換衣，姐夫趙紅却在此時推门闖入，害我不得不嫁給他做田房。大婚前一晚，嫡母親手端來蕨子湯，喝了它，趙家的长子嫡孙不能從你肚子裡出来。你敢逼我喝，那我头一件事就是绝了趙家的后，你信不信？嫡母气疯了，轉頭告到趙紅面前。哼，心計深沉，不配生我的孩子。我不喜歡你。既然我不配生你的孩子，那就別來沾邊。往後孩子的衣食住行、功課、前程，在貴人面前的體面，都與我無關。老爺若是嫌我心計深沉，不妨親自教養。穿越前，我是大廠 HR， 除了能力之外，還要有效識別職場 PUA。你今年8歲，應該能聽懂話。方才你說我不配做你娘，你就是不配。你說的對，我不配。那你想好你們兄妹以後的路要怎麼走了嗎？你的功課、族學，在貴人面前的體面，你妹妹的教養，你們自己扛。我給你們留了餘地，但餘地不是靠我給的，是靠你們自己掙的。他們兄妹被人唆使给我难堪，我不怪他。但你昨夜大婚讓我獨守空房，今早認親縱着趙燕口水吐。我這人心眼小，記仇，而且報了仇之後還會反復回味。你說我不配給你生孩子，我認同。所以從今往後，你不必再踏足我院門半步。你來了，就是趙紅自打嘴巴，你猜外人會怎麼議論？至於趙燕，我不跟他計較，我跟你計較。他們不認我這個繼母，可以。哪天想通了要認，有條件，必須當着何府上下的面，對我行3拜9叩大禮，親手端茶奉到手上，承認自己受奸人挑唆，不辨是非，否則免談。王婉意，從前倒是我小瞧了你。老爺客氣，往後日子還長，你慢慢瞧。小姐，你這是何苦？哼，他們想拿捏我，讓我忍一等，乖乖做牛做馬，我偏不。可你没嫁妝，沒人手，沒靠山，拿什麼？我只要一天不接管家權，急的就是趙紅；我只要一天不給趙燕兄妹操持前程，慌的就是嫡母。他們急，我就有籌碼；他們慌，我才能提條件。清碎，博弈說到底就幾個字，誰更需要誰。萬一姑爺寫了休書呢7出之條，我犯了哪一條？他敢寫休書，就得拿出罪名。世家大族休妻是容易的事，他不要理，趙家要。趙紅現在2條路：第一，跟我好好談，給我尊重、實權、體面，咱們坐下來談價碼；第二，繼續僵着，他兒子的族學沒人管，女兒的教養沒人問，趙家的中尉沒人理，急的是他。在談判桌上，手裡沒籌碼的人才掀桌子。可你不也沒籌碼呀？趙家主母的身份就是我的籌碼，給我權，給我體面，或者休了我。我不怕被休，我光腳不怕穿鞋的。但他敢休嗎？穿越半年，關係處境早理清了。父親正三品，我是庶出。原本已經說好了工部侍郎的長子周瑞，大外甥趙燕來府中玩，不小心落水，我下水把他撈了起來，被嫡母安排進東厢房換衣服，才剛脫了里衣，趙紅就闖了進來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算計，可他們倒打一耙，一個指責我勾引姐夫，一個說受了我的算計，逼我給趙紅做田房。父兄雖然門兒清，但事已至此，只能認了。轉頭給我要了個好差事，我也從父兄那兒討了2000兩現銀，一處每年上千兩進項的藥妝，就算被休棄也有退路。所以我不怕。嫁入趙家後，除了每日晨昏給婆母請安，旁的事一概不沾，中婦不管，賬冊不看，下人不理。婆母是趙紅的繼母，親兒子不爭氣，在趙紅面前本就矮3分，不敢拿捏趙紅，便把怨氣撒在我身上，要我每日讓我在門外站小半個時辰才放進去。請安時東挑西揀，連正眼都沒給過我一個，話裡話外都暗示我不過是一個上不了台面的庶女出身。夫人請二奶奶進去。一個庶女出身，果然上不得台面。我沒翻臉，也沒忍，出了婆娘院門，我轉頭去了趙紅書房。你來做什麼？我替你服侍繼母，被她處處刁難，
這事你得補償我。服侍救風救父是媳婦本分，輪到你怎么這麼金貴？本分沒錯，可媳婦的本分我扛了，還不夠你受用呢？你一介庶女能嫁進趙家，已是幾世修來的福分，倒來問我討好處。老爺這話在理，那我也有個疑問。那皇上給了你五品官身，能為聖上辦事，已是你幾世修來的福分，還要什麼俸祿呢？那多俗氣，你說是不是這個理？我若不領朝廷俸祿，你能有好日子過？是啊，若當初你不眼瞎進我房間，又有什麼資格娶我？分明就是你跟你那嫡母合起伙來算計我，不然怎會那般巧？算計？那你倒是說說，我算計了什麼？是我主动去東廂房的，門是我開的，還是我往你懷裡撲了？我救了你兒子的命在先，你壞了我名節在後。趙弘，你忘恩負義、過河拆橋的偽君子，這話你敢不敢當着外人再說一遍？行了，說正事。婆母那邊，你若覺得我受的氣該，明日起我便不去請安了。婆母問起，我便說是你授意的。她不敢告你的狀，心裡怎麼記恨就說不準了。你想要什麼？銀子200兩。200两？你當我是開錢莊的？堂堂趙家連200兩都拿不出，也好意思說我嫁進來是幾輩子修來的福分？真是馬不知臉長，粗鄙俗氣，不可理喻。我粗鄙？我再粗鄙也做不出忘恩負義的事兒。你們趙家給不了我银子，也給不了我身份地位，還忘恩負義，在我面前神氣什麼啊？150兩，再多一個字都沒有。就這麼點銀子，也配在我面前充大爺？呸！王婉義，小姐，你又去跟老爺吵架了。這世上的道理，誰先讓步誰就輸。今日我忍了婆母的气，明日她就敢讓我跪着端茶。我若認了趙弘那句本分，後日她就敢進一步打壓我。可他是夫，你是妻啊。妻子憑什麼就得低夫一頭？我替他管着他繼母那頭的爛事兒，他給我銀子，這叫公平交易。他不給我好處，我就不替他幹活，這叫老有所得。收好，下個月還指着他買胭脂水粉呢。我瞧着他的表情，忍不住想起了從前帶過的那些實習生，總覺得老闆給個機會就是天大的恩賜，加班是福報，受氣是歷練，真是可笑。PUA 這種手段我見得多了。趙弘那點兒你一個庶女嫁給我已是高攀的話術，擱在職場裡就是標準的。給你這個崗位是看得起你，你還敢提加薪？這世上所有的關係，說到底都是交易。趙弘還是有點手段的。趙弘不動聲色把我從婆母跟前摘了出來，婆母再沒叫我去請安，他當着我面把2個如花似玉的妾妾領進門。小姐，姑爺竟如此打你的臉，你若再不服軟，府裡哪還有立足之地？拿納妾來氣我，這招用錯了地方。你信不信？他趙弘現在最怕的就是我真的不急，他等着我服軟，我跪下來認錯。可我偏不，我不吵不鬧不哭不求，每日吃吃喝喝曬曬太陽，活得比他還舒坦。你說他急不急？趙燕來找我是大婚後第15日，爹爹納了2房妾室都寵上天了，你當真不急？我急什麼？橫豎跟我沒關係。倒是你爹龍精虎猛，不出意外，明年這時候你就有弟弟妹妹了。趙燕小臉刷得白了。8歲的孩子聽得懂多了庶弟庶妹是什麼意思？族學裡多一個人分先生的驻地，家產裡多一個人分杯羹，祖父跟前多一個人爭寵。你怎麼能说這種話？你是繼母，你該我該什麼？該替你着急。趙燕，你拿口水吐我的時候可不是這態度。夫人說笑了，少爺年紀小不懂事，你大人大量，何必跟孩子計較？說起來，少爺才是你的依靠，老爺真要有了庶子，对少爺不利，对你也沒好處，不是？孔娘子，你是從王家出來的？是。那你應該清楚，趙燕這條命是誰從湖裡撈上來的？我救了她的命，她轉頭啐我一臉，忘恩負義、過河拆橋，這樣的繼子，不要也罷。我還沒說完，你今兒帶着趙燕來找我，更是一步臭棋。趙燕才8歲，被人當槍使了不自知，我不跟她計較。但你挑唆她與繼母作對，壞了她在我跟前的最後一點餘地。你難道不知道，一個得罪了繼母的孩子，往後在這府裡每一步都舉步維艱？孔娘子的臉白了，你的兒女前程都繫在趙燕身上，你把趙燕推到我的對立面，你替你和你兒女的前程鑿了個大窟窿。大夫人，奴婢只是心疼大爺。你心疼他，
就教他與我結仇。你今日帶着趙燕來質問我為什麼不管他，等於明明白白告訴全府上下，趙燕離了我這個地母活不成了。夫人如此待大爺，就不怕老夫人知曉嗎？老夫人若知道你这般冷漠，恐怕……你去告。老夫人本來還想灌我避子湯的，最終卻沒那麼做。你知道是為什麼嗎？回去好好想想，你們主僕幾個，現在最該求的是誰？想清楚了再來。趙燕被孔娘子拉着，跌跌撞撞出了院門。走到门口，她忽然回頭看了我一眼，那雙眼睛裡惱恨、委屈、後悔攪在一起，糊成一團茫然。想拿嫡母來壓我，領導真要稱你，你就不用搬出領導來嚇我。你搬出來了，說明你也拿我沒辦法。最終坐不住的是趙紅，她可以冷落我、打壓我，但她需要一個主母替她交際應酬、操持中尉。最要命的是趙琴，5歲的孩子發高燒，燒了大半天，竟沒一個人發現。趙燕去妹妹院裡找她玩，推開門才看見人燒得小臉通紅，連哭的力氣都沒了。這事捅到趙紅面前，她頭一回動了真怒，摔了茶盞，打發了下人，卻把火全撒在我頭上。她來找我時，我正在院裡曬太陽，站在我面前，聲音壓着怒：趙琴病了，你這個做繼母的竟連問都不問一聲。老爺，這話好笑。你當初說我不配教養你的孩子，縱着趙燕催我滿身唾沫，如今孩子病了，倒想起我來了。他只是個5歲的孩子，所以他該慶幸。若他是個8歲的孩子，怕要跟趙燕一樣被人唆使着來我跟前吐口水了。你身為正妻，本就有教養子女之責。老爺前幾日才說過我不配，怎麼不配的時候是我不配，幹活的時候就是本分了？皇帝還不差惡兵呢，你比皇帝還狠。我不配享福，只配幹活是吧？你給皇帝當差都要官位要俸禄，憑什麼我給你管家教養兒女就只有本分沒有酬勞？婉意，你要明白趙燕是嫡长子，将來這府裡一切都是他的，你善待他，他将來才會孝順你。打住打住，趙紅，這話你自己信嗎？我嫁進來1個月，你的兒女可有來向我請過安？如今跟我談將來孝順，你這餅畫這麼大，也不怕給我噎着？王婉意，你別太把自己當回事，信不信我一封休書？你現在寫，我現在就去敲登文鼓。問問世人，趙閣老的嫡長孫落了水，姨母拼了命救上來，反被父子2人聯手作賤，忘恩負義，以怨報德。你猜御史的唾沫星子會不會淹死你？你寫啊，怎麼不寫了？怕名聲不好聽，還是怕同僚笑話你們父子倆都一個德行？哼，2條路你自己選。第一，讓2個孩子磕頭認母，你給我管家之權，往後公事公辦，各取所需。第二，你繼續扛着，客人你自己招待，中會你自己操持，孩子你自己管。哼。當晚，趙燕和趙琴就來了，似乎是來找我認錯。母親在上，不孝子趙燕受奸人挑唆，行忘恩負義之事。趙燕，你要記着今天這一跪，你今日跪的不是我，是這個道理。這世上沒有人該白白對你好，別人對你好1分，你就該還1分。他跪在地上，滿臉是淚，卻咬着唇不肯出聲哭。趙琴跪在他身邊，5歲的小姑娘還不明白發生了什麼，只知道哥哥讓她跪她就跪，哥哥讓她磕頭她就磕。趙紅站在兄妹倆身後，臉色難看得像吞了只蒼蠅，終究沒攔。我低頭看着趙燕對我3拜9叩完，卻並未讓她起身。記住今天的屈辱，這是你聽信讒言不辨是非的後果。我不會因為你只是8歲的孩子就大度原諒你，我更不會為着賢惠的美名對你視如己出。我對你的付出也是有條件的，基於你有過一次忘恩負義、恩將仇報的前科，我這輩子是不會再將你視如己出，但我會盡到繼母的職責。你我之間也只能是繼母與繼子之間的關係。你聽明白了嗎？燕兒是你继子還是你外甥？你就這樣不念舊情？我視他為外甥，還救過他性命，他卻反口罵我不配做他母親。他的外祖母算計我的名聲，逼我嫁給你，甚至還要給我灌絕子湯。到底要多大的心胸才能視他為己出？老爺，你告訴我。罷了，继母就继母吧，只要你盡夠責任，自不會少了你的好處。我會給你主母的一應全力。總算說了句人話。起來吧，從前的事翻篇，再有下次，我不會再給你機會。
趙燕擦了把眼淚，又磕了頭才起身。她看我的眼神裡敌意沒了，反倒多了敬畏。管家对牌交到了我手中，清碎捧着这对牌，激动的手都在抖。我只看了一眼，便让收了起来。收了吧。HR 的第3条铁罪，永遠別讓老闆覺得你離不開這份工作，要讓他覺得他沒了你轉不動。這世上所有的博弈，說到底，看誰更需要誰。我接了管家權，上手極快，賬冊、田莊、鋪面、人情往來，樁樁件件理得清楚明白。雖不如狄姐在世時周全妥帖，但大錯不犯、疏漏不出的局面，已然讓趙紅跳不出刺。趙燕的功課、起居、足學、應酬，我也安排到位。趙燕頭幾日還繃着勁兒，每日晨昏定省按時來，行禮問安告退，一句廢話不多說。我誇她字寫得有進步，不錯。字寫的有進步，他耳朵間肉眼可見紅了一瞬。我替他料理了足學裡那個總愛搞小動作的同窗，沒怎麼動，只是遞了幾句話給先生的夫人。那孩子第2日便學乖了。趙燕那天下學回來，站在我門外躊躇了半天，終於擠進來，憋紅着臉說了一句：“謝謝母親。”5歲的趙琴比他好收服得多，新換的嬷嬷比孔娘子通透，日日在他耳邊念叨要好好親近夫人。沒幾日，趙琴便抱着布老虎蹭到我腿邊，軟軟喊了一聲：“母親好。”第2日請安時，便搶在妹妹前頭，把功課舉得高高的。兄妹倆為誰先誰後，暗暗較起了勁。朱嬷嬷看在眼裡，私下咂舌：“旁人家的繼室，哪一個不是戰戰兢兢討好繼子、討好男人？你不費功夫，2個孩子便對你恭恭敬敬的。這世上的繼母與繼子，不是東風壓倒西風，就是西風壓倒東風。我不做惡毒後娘，也絕不做無底線付出的傻女人。”那人治家有方。我聽着面含笑，心裡冷笑。職場上這樣的老闆我見多了，開不起高薪的時候就說情懷，給不了實權的時候畫餅，等發現員工真敢撂挑子，馬上換成另一副嘴臉。父親50大壽，舉家前往賀壽。嫡母想來已從孔娘子嘴中知道我在趙家幹的事，自然是生氣的。但孔娘子一家子還要在我手底下討飯吃，縣官不如縣管，給嫡母說了不少我在趙家的豐功偉績。嫡母表面上對我還算客氣，握着我的手噓寒問暖，但私底下她教趙燕在我食物中下水銀，讓我這輩子不能再有子嗣，說我沒子嗣就會視她為命根子，替她賣命。小姨很厲害的，她憑一己之力把爹爹收服得服服帖帖，比娘還要厲害。我不能搞小動作的，要是被发现会死得很難看的。跟你娘一樣，真是中看不中用。我差一點就讓小姨厭棄了，我不能失去小姨。外祖母如果真疼我，就不該出這種餿主意。嫡母氣了個仰倒，又去蠱惑趙琴。趙琴懵懵懂懂答應了，當着滿堂賓客的面跑到我面前。外祖母讓我把這個給你，我忘了是什麼了。哥哥不答應，外祖母還訓了他呢。我不清楚琴到底是真二還是故意犯二，但他雙眸亮晶晶，一臉我完成任務的小表情，半分心虛都沒有。這些都不重要了，嫡母的名聲算是徹底臭了。那人糊塗，跟小孩子開玩笑的。你母親着實昏薈，不要與她一般見識。以後有事直接來找我。為了彌補我，私下裡給了我2000兩銀子。壽宴提前散了，回程馬車上，你們外祖母雖然歹毒了些，卻也是真心為你們好。你們為什麼不答應呢？我不敢，我怕母親以後再也不搭理我了。下要傷身子，我想母親健健康康的，不要離開我。我真的不想偏心的，但5歲小姑娘那雙澄澈着的眼睛，像一根羽毛，輕飄飄落到我心口最軟的地方。趙燕在一旁眼巴巴瞅着，趕忙把她腦袋也攬過來揉了揉。行了，2個小祖宗，回家給你們愛喝的燉梨湯。晚上趙紅破天荒留了下來，朱嬷嬷洗得見眉不見眼，手腳都比平時麻利。我坐在妝台前卸釵環，铜鏡裡看見趙紅坐在桌邊喝茶，喝完了一杯又續了一杯，續完了第3杯還沒有要走的意思。我今晚想留下來。老爺可是忘了先前說過的話。以前的事過去了，便讓它過去吧。我們重新來過。我一介庶女，不配替侯爺生孩子，這是你親口說的，我也不想生。不生就不生吧，但人倫大抵總歸還是要盡的，不然外人看了難免說閒話。外人說閒話是他們的事，我不想與老爺行房，一則怕生子，二則就是不想生。我怕疼，更會死。女人无子是要被休的，你知道的。請便，老爺想什麼時候寫休書，我等着。婉意，
你當真打算一輩子不與我圓房，不生孩子？有何不可？他沉默了，那沉默裡有惱怒，有不解，有被拒絕的難堪，還有一種男人想不明白的困惑。你最好再好好想想。我站在窗邊沒動，目送他走出院門。門外他身影頓了頓，大約是回頭看了一眼。小姐，你這是何苦？男人都主動低頭了，你順坡下驢便是，何苦把人氣走？他今夜來是見我在娘家受了委屈，覺得我好拿捏了，不是怜惜，是趁火打劫。哼，只可惜他找錯了人。趙紅人品卑劣，不配做我孩子的父親。況且這世道生孩子就是過鬼門關，我憑什麼為了一個男人的人倫大命，把自己命搭進去？趙紅想拿五子压我，他休不了我，又不敢動我，那就只能受着。在這個時代，我改變不了大環境，但我至少能決定我的肚子。我說了算。嫁給趙紅的第5年，府裡來了位表小姐柳如意，她是趙紅遠房姑母的女兒，父母双亡，投奔而来。来时一身素衣，我见犹怜。我按照章程拨了院子，配了丫鬟，安排了月料，算是尽了地主之谊。可自她來了之後，趙紅就跟被人夺了舍似的。從前那個精明算計、冷眼看人、懂得權衡利弊的男人，忽然變成了一個蠻不講理又自我膨脹的蠢貨。頭一回，趙琴的琴弦被人剪了，丫鬟來報時，我正查賬，沒來得及問。表妹孤苦無依，你何苦要這樣針對她？第2回，柳如意無意打翻墨水，污了我的賬冊。我辛辛苦苦对了3天的賬目糊成一團。表妹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堂堂主母，何苦如此咄咄逼人？第3回，柳如意在我院裡摔了一跤，捂着膝蓋紅了眼眶。你連個孤女都容不下。我再一次忍了。第4次，我的一对红宝石山图耳珠不翼而飞，折腾了半日，才在柳如意的庄镜中找到。不知道怎么就到我这里了。你疑心太重，自己放忘了地方，也要赖旁人。看着男人冷酷的嘴脸，我實在是惡心透了。當天夜裡，我寫了一份和離書，親自送到趙紅的書房。你這是什麼意思？柳如意來之前，我這個趙家主母做的還算順心，雖然瑣碎辛苦，但心情是舒暢的，幹的也有勁頭。柳如意來了之後，莊莊漸漸給我添堵，你莊莊漸漸護着她。這份差事我做不下去了，所以和離，好聚好散，大家都體面。胡鬧！你這幾年就是被我縱容的不知天高地厚了。把和離書收回去，去給表妹道個歉，再把你那套紅寶鐘頭面送給她。這事兒我就當沒發生過，她只是個不小相心，你要懂事。你讓她怎麼了？趙紅啊趙紅，你不覺得你很可笑嗎？這個是我這5年經手的賬目總錄，每一筆進出，每一處交接都清清楚楚。我除了應得的那份酬勞外，沒貪趙家1分銀子。另外，趙燕的學業到了關鍵期，明年的同試她若想下場，該請哪位先生，該打點哪條路，我都寫清楚了，加在賬冊裡。趙琴的琴師我見了城西的柳大家，他的工錢我已經預付了6個月，足夠你找到繼任的主母，安排後續。王婉意，你到底想幹什麼？和離，從前咱們搭夥過日子，你給我權，給我錢，給我體面，我替你管家裡事，教養兒女，公事公辦，彼此都舒服。但如今，自從這個新夥計進門後，不幹活光添亂，還天天在你跟前告狀，拖後腿使絆子，我這趙家主母做得越來越不快活，合作基礎沒有了，所以這個位置我不做了。什麼夥計不夥計？這幾年我在老爺手底下做事，最明白一個道理：老闆偏心眼，下頭的人幹不長。你如今的心已經偏到嘎吱窩了，我再幹下去吃力不討好，還要被你3天2頭訓斥，我自己憋屈委屈，不值得。我不准。和離不是兒戲，你當是過家家。我無所謂，但從明兒起，我是不會再給你管家了，你看着辦吧。王婉意，你又在威脅我。算不上威脅，而是我有不受氣的底氣。你能有什麼底氣？離開趙家誰還會要你？你娘家會接收你一個和離婦？別天真了。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勞你費心。表妹確實也有不對的地方，我讓她向你道歉。晚了，自從柳小姐進門後，老爺就開始變得蠻不講理，處處偏袒她，損害我的利益。我認為趙家已經不適合我生存，你也不再是個好上風，所以我們好聚好散吧。丟下這話，我頭也不回地走了。我開始搬家，20來人進出不過1個時辰，院子便空了大半。桌椅床榻是趙家的，我沒動，但5年攢下的私產、產業文書、提及銀錢一樣不落。小姐，當真要走？你見我什麼時候拿正事開過玩笑？西角門外3輛馬車，20多個下人，不是趙家給的，是我5年裡一個一個餵出來養出來的。他們認的不是趙家月例，是我這個人。等等，你來真的？你覺得我像在開玩笑？只要我不同意和離，你還是我趙家的人。
無所謂，合不合離都不影響我離開。5年前你拿我沒辦法，5年後你依然拿我沒辦法。父親，讓母親走吧，你跟表姑過去，我跟母親過去。一點小事至於離家出走嗎？你這樣鬧，讓我的臉往哪兒擱？既然要臉，為何還要做讓自己沒臉的事？你無腦維護柳如意的時候，可也沒給我留過臉。將心比心，我為什麼要顧忌你的臉？好，好，好，你要走是吧？但離開容易，想重新進門可不容易。簾子落下，遮住了他那張氣得通紅的臉。馬車碾過青石板，穩穩駛向巷口。清碎半天才憋出一句：“咱們真就這麼走了？”兩手空空嫁進來，有房有產，有人手出去，還想怎樣？趙紅以為我賭氣，以為我離了他趙家活不了。他不知道，從進趙家門第一天起，我就準備好了隨時離開的這一天。搬到藥莊第5天，我給父兄寫了封信。信不長，但每一句都落在他們最在意的地方。女兒與趙紅和離已定，趙家上了齊王的船，我不看好，為免牽連，先行抽身。小姐，老太爺和老爺都是立字為先的，哪會輕易支持您和離？另有一事禀告：和離後，女兒将嫁與大理寺少卿周瑞，其父新任河南按察使。周家世代清流，走纯臣路線，標記趙家根基更穩，後路更寬，望父兄明鑑，親自送回去，交到父親手上。可趙家若是不肯和離，趙紅會同意的。他升了官，應酬只多不少，需要一名賢內助。我擺明了撂挑子不幹，我等得起，他等不起。至於父親，他一輩子只認得4個趨利避害，只要讓他覺得我攀上了更高的枝，他非但不會攔，還會主動替我敲邊鼓。跟父兄打交道，打感情牌是蠢，談利益才是不二法文。可那周瑞當真會娶您？放心，他会。早在趙紅第2次急赤白臉的維護柳如意，當眾打我的臉時，我就給自己找好了新東家。周瑞，父親當年為我挑的未婚夫婿，不到30歲，已是正4品大理寺少卿，勢頭比趙紅還猛。當年退婚是我家先提的，周家也沒過多糾纏，另擇了一門高門貴女。可惜那位周夫人福薄，去年在長公主舉辦的遊園會上失足落水，沒了。周瑞守了1年期孝，周家開始物色繼賢人選。我在趙紅第3次為柳如意訓斥我的當晚，讓人遞了一封信出去。3日後，我與周瑞約在城西一間茶館的雅間裡見了面。趙夫人的信寫得很蹊蹺，自薦季賢兼周家內務總管，這話旁人說出口便是瘋話。周大人，我嫁進趙家5年，接管中服，不過月便理清了積壓3年的爛賬，不到1年填餅主母留下的虧空，您不用擔心我與趙家藕斷絲連。我今日來見您，就是因為趙紅的所作所為讓我惡心。您給我1年時間，我與趙家做乾淨切割，屆時帶着嫁妝，清白的進門。雅屋裡安靜了好一會兒，只聽得見窗外皆是隱隱叫賣聲和茶水在壺中咕嘟的移動。趙夫人，你可知道趙紅若知道你私下見外男，會作何反應？他知道的時候，我已經出了趙家門。周大人，您只要告訴我，我的個人能力值不值得您等1年？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為他要端茶送客了。我长子今年4歲，天資不差，就是坐不住。次子性情怯懦，足學里程被人搶了點心也不敢吭聲。若你進門，打算怎麼處置？這是來考我了。4歲的坐不住，就換個坐得住的先生，換個溫柔點的哄着來。3歲的怯懦，給他養條狗。孩子有了要保護的東西，膽子自然就大了。好，1年，到期之日，周某親自登門迎娶，2個孩子便拜託夫人了。雙方交換信物，然後各自離去。趙夫人為何選我？因為您精明，有底線。精明的人知道怎麼合作能雙贏，有底線的人不會為了新歡把舊人踩進泥裡。周瑞這個東家比趙紅靠譜。和聰明人合作最舒服的地方在於，你不用把話說透，他就能算明白你值多少價。搬到藥莊第3天，周瑞身邊的管事嬷嬷便登門了，上頭只寫了1行字：離約定時間還有半年。周瑞那邊已經搞定。趙家、齊王、奪嫡，這些渾水誰愛淌誰淌。我作為 HR 最擅長的就是在風向變之前提前把簡歷投出去。趙紅足足等了1個月才終於登了我的門。他來的時候端着一副恩賜姿態，眉間還擰着幾分嫌棄。鬧夠了沒有？柳如意我已經處置了，以後不會再給你氣手。收拾收拾，跟我回去。哦，怎麼處置的？讓他閉門思過，你滿意了？還是把和離書簽了吧。我已經很給你面子了，適可而止，見好就收。我親自登門低這個頭，你還想怎樣？你一個女人離了趙家，誰還要你？別不識抬舉。趙大人，
看来你還沒搞清楚狀況，是你需要我，不是我需要你。王婉意，你不要給臉不要臉！臉我自己有，不勞你給，請回吧。和離叔我等着。你来真的？你要搞清楚，像你這種不敬夫君、進門5年無子、動輒離家出走的婦人，只有休書。就算鬧到衙門，一紙休書也無人說個不是。我不休你已是給足了臉面，別不知好歹。5年無子是我的過，當然是你之過。你進門5年不讓我碰，已是違背綱常。我為什麼不讓你碰？你知道原因？不管何種理由，不與夫君圓床就是罪過。我完全可以休了你。是你說我不配生你的孩子，這是當初給我熬避子湯的宋嬷嬷供詞，以及藥蓋的避子補藥單都畫了押。若鬧到公堂，是你趙家逼妻妹做甜皮在先，又為避子湯在後，你覺得誰更理屈？只是避子湯又不是絕子湯，世人皆知避子湯喝多了傷身，為了我的身子着想，不與你圓房，合情合理。若以無子為由休我，你這偽善面目怕是藏不住了。你忤逆夫君，頂撞丈夫，擅自離家出走，不顧夫家體面。但這不犯七出。就算我打了你，大不了被罵一句潑蠻，夠不上休妻。換一個罪名，知道我為何不想讓你碰？因為我嫌惡心。趙燕8歲時冒犯我，都知道事後磕頭認錯。一個8歲孩子都懂得道理，你堂堂2榜進士，朝廷中流砥礪，卻毫無表示。我救了你兒子，你算計我名节，事後倒打一耙，縱容兒子羞辱我。從那時起，我就看清你了。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？只要肯認真道歉，我也不會揪着不放。可你呢？你可有半句道歉？可有半分補償？你什麼都沒有做，依然高高在上。仿佛我受的委屈不算委屈，就算受了也只能受着。你哪來的臉覺得我活該被你潑髒水，活該被你羞辱？你人品低劣，無道德，無修養，這樣的男人不配做我孩子的父親。看到你我嫌惡心，與你和離是給你面子，再在我面前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，那就不是和離了，是一絕。你憑什麼一絕？你給我喝過絕子湯，讓我此生再無子嗣可能，以達成一絕條件。胡說！我什麼時候給你喝過絕子湯？清碎的證詞，還有你與我嫡母的算計。我在東廂房換衣，你身為王家女婿，不經通傳，如何能一路暢通無阻進入主母正院？嫡母和她心腹嬷嬷的供詞我已經拿到手了，她承認了當初與你合夥算計我名節，逼我嫁入趙家的全部經過，要親眼看看嗎？不可能！你嫡母恨你入骨，怎麼可能替你供詞？這世上沒有永遠的敵人，只有永遠的利益。為了讓她開口，我付出的代價不小，但值。寫吧，和離書。好聚好散，大家體面分開，別逼我動真格的，你承受不起。日光下，他站在石桌前，盯着空白的宣紙，手指攥緊了又鬆開。孩子們好歹叫你一聲母親，這些年對你也恭敬，你真的狠得下心不要他們？這話正是我要問的。我對2個孩子如何，你也是看在眼裡。就算你不稀罕，為什麼不能看在孩子份上給我尊重和體面，非要拿柳如意來作踐我，委屈我？是你把事情做絕的，是你的自高自大，自以為是，斷了孩子的前程，你才是首罪。是破壞這一切的真兇，休要給我潑髒水！我不吃你這套。2個孩子的事，你如果需要我管，我還是會管的，但是須得銀貨2都。他們叫你一聲母親，你居然還要銀子？打住！我付出了勞動、智慧、精力與時間，你給銀子天經地義。難不成你這個做老子的，就上下嘴皮子一碰，什麼都白得一對優秀兒女？這世上哪有這樣的好事？他嘴巴抖了抖，不甘、憋屈、無奈，長長吁了口氣，最終想明白了，開始動筆。筆尖落在紙上時頓了一下，抹開一小團，然後開始寫。字跡比平日潦早了幾分，割外筆站起來，甚至沒再看我一眼，轉身就走。趕緊拿去官府入檔蓋印，趙家的事跟咱們沒關係了。4個月後，我重新披上嫁衣，嫁入周家。本朝並不禁止2婚再嫁，世家大戶，我和離父還能風光大嫁，同等門楣。很快把我掛上京城八卦頭條，長達半月之久，連京城邸報也用了半個篇幅寫我。這時候就是考驗3方公關能力了。趙家對外說辭是夫妻性格不合，和平分開；王家的說辭是女兒幸福最重要。周家的公關更絕，固然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但我仰慕夫人已久，能娶到夫人，無心甚慰。與趙大人和離也是無奈之舉。趙大人很好，就是與我性格不合，好聚好散。雖然不少人質疑內幕，但性格不合的理由實在牽強。雙方當事人閉口不談，外界議論了一陣也就過去了。也有些道德家批判我離經叛道，但主流輿論羨慕多過罵聲，加上我們3方都不理會這些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洞房花燭夜，我與周瑞圓房了，能為前妻守足1年7孝，又給足了我臉。如今與周瑞結為夫妻，他恪守禮法，為先妻守足1年孝期，處處顧及我的體面，這般知理周全的人，我自然十分合意。往後合作愉快，周大人。夫人，裡面請。婚後第3個月，我摸清了2個继子的脾性。长子周恆5歲，
滿腦子我要成為我爹那樣的大官，但屁股底下像生了釘子，坐不住半刻鐘。四子周衍4歲見了生人就往乳娘身後縮。我按 H2 做新人面談那套流程，大的談了1炷香，小的談了1盏茶时間，然後出2套方案。橫哥換了個溫柔耐心的先生，坐不住便在院子裡走2步再回來。眼哥得了一條土黃色的狗，尾巴搖得像風車。他抱着狗的時候，脊背終於挺直了。周瑞下牙回来，看見眼哥兒跟狗分肉干，橫哥兒破天荒安靜描字帖。你当初在茶馆說的那些，我以為你吹牛。現在呢？是我淺薄了。外頭流言紛擾，周瑞在官場上替我擋過幾回閒話。這是內人私事，不便流言多談。周瑞在官場上替我擋過幾回閒話，我說不必。這件事兒我聽在趙家下人們拿我當透明人時，我也沒覺得怎樣。如今不過是換了批觀眾重新演，台詞都沒變過。倒是娘家那邊來的殷勤，父親在我改嫁滿月後送了一匣子珠寶，信上寫的客氣。我知道他什麼心思。周家攀上了太子人脈，而趙家正跟着齊王走得近，他這是給自己留條後路。收着，珠寶不嫌多，話不用回太多。他當初支持我和離是衝着周家勢頭，如今殷勤還是衝着周家勢頭。逢年過節禮數到了就成，旁的免了。趙家那邊趙燕、趙琴時不時來找我。頭一回來的時候，2個孩子站在銀杏胡同院門口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不敢進來。趙琴先繃不住了，撲過來抱着我胳膊哭了一場，說柳如意當家後克扣了份例，說他爹整日不在家，說他想我想的睡不着。哭完了跟我說说，你最近琴練的怎麼樣？練了。那我听听，錯一個音就從頭再來。母親，我的功課您還管不管？管，但你記住了，我管你是因為你叫我一聲母親，不圖你什麼。你什麼時候不叫了，我也不怪你。規矩就這樣，簡單。他們兄妹倆起身朝我行個禮，便要離開，就這麼斷斷續續與他們往來，對他們兄妹3分慈愛，5分嚴厲，2分鼓勵，不多不少，剛剛好。柳如意的成功上位，讓他們見識了，並不是所有繼母都有我這樣的心胸。有了柳如意，他們才會越發記得我的好。其實柳如意以這樣的方式上位，在趙紅那是沒什麼臉面的，哪有餘力整治這對金尊玉貴的兄妹？不過是這個新的繼母不像我這般上能頂住趙紅越發專制的父權，下能轄制奴僕，左能安排他們的學習，右能幫他們交際交寵。柳如意管家不如我，樣樣不如我。以前那些理所當然的種種便利無法再享受到，自然就會念着我了。後來周瑞外放，我帶着橫哥、眼哥跟他赴任，路上給趙燕、趙琴寫信，每月1封，雷打不動。信裡像課業說功課，說為人無事，說妹妹跟同窗相處別太硬氣，說哥哥在學堂裡別太逞能。2個孩子也回信，從起初的母親見字如面，寫到後來滿意絮絮叨叨的瑣碎。趙琴還夾帶過一朵壓乾的杏花。5年後回京就職，趙燕已經中了舉人，趙琴也定了親。2個孩子站在周府門口接我，趙琴一見我就撲上來，趙燕端着嘴角卻翹得壓不下去。高了瘦了，趙燕你舉人考上了，信裡怎麼不跟我說？想當面跟母親說。那頓飯吃到月上中天。母親，多謝您這些年一直管着我們，當初是我糊塗。行了，別肉麻了，好好念你的書，將來中了進士做了官，記得孝順我就是了。趙燕笑了一聲，端起酒杯仰頭喝了。又過2年，齊王失勢，趙家先倒了，趙紅丟官罷職，貶為庶人。消息傳來時，我正教趙衍下棋。以前多風光啊，如今竟落到這種地步。站錯隊就是站錯隊，奪嫡這種事從來沒有什麼情面可講。種什麼因得什麼果，賴不得別人。還好琴兒已經出嫁，夫家本分也未受牽連。燕兒舉人功名還在，但失了趙家官場人脈，往後路必定崎嶇。趙紅來了，整個人比當年離開時蒼老了許多，鬢邊白了大半，腰間玉佩早換成了尋常棉繩，身後沒跟隨從，孤零零一個人。趙紅進了書房，站在門口沒敢往裡走。我坐在太師椅上，周府的書房比他從前趙家的闊氏得多。他環顧了一圈，目光最後落在我身上，又看向我身邊的他。這是我和周瑞的女兒，粉粉嫩嫩的，像我巨多。趙紅盯着我的女兒良久，幾乎移不開眼，嘴唇細動了半天，才說出一句完整的話來。趙燕，她明年要參加春闱，如今趙家倒了，她無人可依，我這做父親的無言在口，但她是你養大的，又叫你一聲母親，你能不能照放她一二？我看着他那張被歲月磨去了稜角的臉，7年前那個高高在上，擺着恩賜姿態來藥莊接我的男人，此刻站在我的書房裡，低着頭，說着求人的話。風水輪流轉，轉得真快。趙燕的功課我管了這麼多年，不管他管誰。他若考上了，我會替他張羅；考不上，我給他另找出路。你不用擔心這些。多謝。他叫我一聲母親，我得對得住母親這個身份。你回吧，路上當心。他張了張嘴，像有許多話要說，又像說不出口，最後朝我拱了拱手，轉身朝門口走去。走到門邊時停了停，像是想回頭，終究沒有。想當年在趙家，可真是意氣風發。
如今，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選擇買單。趙弘敗得不冤，他的罪名是治家不嚴，縱妻禍亂。滿朝文武戰對齊亡的不少，遮遮掩掩者有之，明哲保身者有之。唯獨趙弘讓柳如意明目張膽與齊王妃走動整整2年，銀子流水似的收進府裡，賬冊上連個花賬都懶得做。太子登基後清算，念在趙閣老3朝老臣份上，沒滿門抄斬，以示開恩。趙家散了。窗外雨聲漸收，天邊落了一線晴光。我擱下茶盞，繼續批我的賬冊。趙宴會試在即，該請的先生，該打點的關係，該疏通的關節，周瑞心中已有章程。趙弘這輩子做了許多糊塗事，唯有一件不差。那2個孩子，他最終送還到了我手上。如今的我，早已不是當年那個被嫡母算計不得不嫁人的王家庶女，也不是趙弘跟前忍氣吞聲的田房季氏。7年前，我從趙家離職，跳槽到周家，從苦逼打工人做到了合夥人。這話放在哪朝哪代都不丟人。這些年我最大的心得只有一條：婚姻和職場雖不相通，但底層邏輯卻不變。好的婚姻是合夥制，權責分明，利益共享，各取所需；爛的婚姻是包身公制，你帶薪付出都是應該的，你要求回報就是沒格局。窗外的陽光暖洋洋，鋪了一地。我把賬冊合上，扣進書架，心想下個月該給橫哥兒換個策論先生了，眼哥兒的狗也該再養一條。趙燕那邊的行卷得再潤色一遍，趙琴也該喊回來吃頓飯。事多人忙，心卻踏實。